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《魔鬼总动员》大字体汉化版。开场两个人，一个是吸血鬼伯爵，一个是科学怪人吧，但是翻译做魔鬼。看这个字体非常的舒服。咱们的敌人就是这位叫魔术师的家伙。这个汉化版呢是任索尼舔狗和魔鬼骑士做的，刚刚汉化不久。这款游戏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，之前是多久呢？大概3年前左右。当时用的还是 720P， 当时我觉得清晰度已经可以了。但是最近一些平台据说可以支持 2K 甚至 4K 的时候，我觉得 720P 实在是不大够用了。那这次用的是 1080P 60帧。这种钥匙的攻击力还是比较高的，小的时候玩很愿意拿。游戏的流程是6关，第6关比较长，前5关的流程呢一般2-3分钟吧完事儿。这个游戏放在当年 FC 平台上也是一个3A 大作，楼梯扶手能够加速跑冲下去，冲下去的时候身体是无敌的。这个设定其实不错，但是游戏当中利用到这个设定的地点并不是很多。我这次使用的是2P 的人物，这2个人物感觉操作的手感、攻击的频率上略有区别。我总是感觉1P的伯爵，他的攻击稍稍有一点延时。第一关的 BOSS 很快就推倒了。这游戏的名字其实应该叫我口袋里的魔鬼。好，第2关厨房里的大麻烦。那我记得有一些卡带上面翻译做口袋魔鬼，有一些就直接翻译成简单粗暴的魔鬼总动员。总动员这3个字在90年代啊真的是用烂了，不只是游戏上，包括很多电影，什么汽车总动员、海底总动员等等等等等等。就拿一个电影的关键词，然后后面加上总动员就完事儿了。这我感觉我也行是吧？这种翻译我也行啊。这里被砍了1斧子，因为敌人这个节奏如果这样往前冲的话肯定会被砍，但是砍到也好，尤其是第2关就掉了一滴血，这就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没开挂是吧？那很多人看视频，只要这个视频玩的比他强，他就说人家开挂，这也是奇了怪了。而且他眼里什么内挂外挂金手指没有区别，统称叫外挂。你一听就是被网络游戏时代所荼毒的青年是吧？这个 BOSS 呢应该是在冰箱里，我用钥匙砸了他一下，打完。这些 BOSS 都要打2遍的，因为最后一关有一个 BOSS rush 环节，那个环节的 BOSS 感觉比流程当中的要抗打一点。咱们来自地下的危机，咱们现在900多分了，游戏应该是500分减1个命，最大应该 P 等于6。这里呢可以直接往前冲，因为前面给血，很多地方都会给不少的血。如果想速通的话往前冲还是不错的。高尔夫球2个3个，一会儿好像还有4个，4个高尔夫，5个，我的天啊，这得6个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好，前方就是下水道，看来这高尔夫球是滚进了下水道。
哦，这下水道还出水呢，非常潮湿的环境。好，快冲快冲，一会儿又出水了。你敌人走的貌似比我慢。好，前方有一瓶易拉罐，看来是喝空了，漂浮着。这也不知道是哪种可乐。当然了，我不会说品牌名字的，对吧？因为毕竟没有人发冠名权。第3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， 如果你躲着打的话，大概要4到5次，所以我就冲着打，拼命的话，大概要拼4滴血。但是呢，他上来2次，你就可以把他拼死。要打30下左右，到了 BOSS run 环节的话，要打33下左右，就是更硬实一点。好，这样过关之后加满血了，不然这个 BOSS 真的神烦。第4关，高高耸立的灾难。这铁丝网，哎呀，好熟悉啊！这种编法。这还有钉子。这就给了个血，有点早吧？这里呢，前方和后方都会有敌人来接近你。咱们向后方挥出的攻击飘得比较远，这样如果前方、后方的敌人同时接近你的话，咱们优先要打前面的。因为后面的有一点岩石，所以说还是稍微安全一点。好，下面这个敌人注意，他会攻击3次，所以说咱们落下去的时机要精准一点，否则呢你是没有机会打死他的。好，这次我就来慢了，所以说1次机会没打死他，用了2次机会。这只不打了。这个怪，我想起了一个滑铲的梗。这个怪我为什么不打呢？因为你要打他2下，你攻击2次的间隔如果没掌握好，很容易被人铲到。啊，这怎么还有一只啊？这只铲到我了，过分啊！从屏幕的边缘突然出现一只，这个怪应该是奇美拉吧？狮子头蛇尾。我掉了1滴血，他给了我2滴血，血量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，而且咱们人也比较多。背景移动的很快，有一点眼花，但还好，至少比空中魂斗罗第4关那关要强多了。这款游戏是动漫改编的。好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会从上面、左边、右边来。如果他从右边来，咱们就和他拼命，因为从右边来，咱们躲的话呢，没有效率。好，和他拼，回头还能打一下。这款游戏应该是没有续作吧？我印象当中是没有。科纳米的很多作品都非常可惜啊，好吧，大家知道我说的是科乐美就好。魂斗罗、沙罗曼蛇、赤色要塞、绿色兵团、恶魔城合金装备等等，很多的大作，那后面的作品都非常的水。你像魂斗罗系列现在啊，第5关东方幻象，甚至恶魔城系列，我感觉就吊着一口气了。
最近听说寂静岭要重启，玩家已经不是那代玩家了。另外，好像公司当年对待很多名作的态度也存在一些分歧，所以说导致很多当年经典的作品受到了影响，太可惜了。这关一看就是日本的风格啊，因为第1到第4关都是西方的鬼怪，然后这关呢就是日本鬼。那 BOSS 还是个女的，因为女的要加子嘛，大家就想一下吧。好，下面这个怪特别讨厌，就你背对着他的时候，他疯狂的往上冲；面对他的时候呢，他又给你装可怜。先把上面的威胁清掉。捡不起来了，扔得太远了，这次把螺丝。但这关打 BOSS 用螺丝还是有用的，因为 BOSS 五个分身，你跳起来把螺丝扔出去，可以判断3个是不是他。这个咱们要捡走了。感觉第5关快打完了，当然了，第6关的流程稍长。普通点打的话也要10分钟左右。这个怪好对付，一下1个。这里差点没跳起来。其实这种跳着躲最好少这种操作，因为这个游戏跳你感觉是有一点延时的。好了 ，BOSS 战，但是脸黑的时候呢，好，第一次就砸中了，猜对了方向即可。脸黑的时候你总是会猜错的，这次就猜错了，又是这个位置。这次不能还是那个位置了吧？哎，你有病啊？怎么每次都从这儿出来啊？这次我看看啊，好，这次是最右边这个，快完事了。又是右边这个，砸他一下，收走。螺丝的攻击力还是高，这样第5关过关。第6关在魔鬼山的最后一站。这种龙需要打3下，后面会有空中飞的3头龙也需要打。这关前半的血量补给还是很充足的，在3头龙那儿咱们往前冲一下，不然这关会打得更长。后面那只不管它了。注意一下这个牛头怪的节奏，它停顿一下就是要往前冲了。上面的钉板下来蹲，钉板可以压到敌人，这点不错。2次，跑得快的话3次完事儿。后面又来一个，把它清掉，因为前面开始有3头龙了，3头龙不太好对付吧。攻击是一个斜线，而且呢比较抗打，这里可以掉2滴血。快跑快跑！还是打到我了，1滴血，2下，
把这2个血吃了，加满。这里有几波小兵，像这种强制的卷轴，你就只能跟着干着急，掌握好节奏，不要慌。他是想上来起脸的。5000分了，这个分可能是不是很高啊？清完，这里我应该跳过去。现在对自己的手速没有自信，所以就往后退了2步。年纪大了，你看，这就是强行拖时间了。你直接走过来打 BOSS 也成，结果他电梯还要往下走。好的 ，BOSS rush 环节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游戏都要搞这个，强行拖时间。请停止你的卡普空行为啊！好，干掉一个了。要把5关的 BOSS 都打一遍，所以说这里的第3关 BOSS 我就不能和他拼命打。咱们就要小心点了。当然，好在 BOSS 战的难度都不高。其实做视频有的时候呢，我也是把多年前玩的游戏拿回来又玩了一遍。如果不做视频，可能都没有这种机会，有很多游戏我都想不起来了。这2天又想起一款游戏叫《特种部队》，是骑着摩托的那个俯视视角的那款游戏，我都忘了有多少关了。打3下回来，再打5下，跳，这样一次可以打他8下。他需要打33下，所以说4次打不死，第5次露头才能把他打死。当然了，拼命也成，可以省个10秒8秒。3次了吧？这进进出出的太讨厌了。刚才这下我拼好了，也能拼死。好，带走。第4关 BOSS， 这次他从右边来，咱们就需要躲了。我就不打他了，打他还要拼掉一滴血。又从左边来，他的规律还是比较强的，比第5关那个 BOSS 强太多了。第5关那个家伙纯粹看脸。还没挂呢，应该是最后一次了。好，掐着指头算日子也差不多了。第5关 BOSS， 然后呢再打第6关 BOSS， 然后呢再打一个最终 BOSS， 等于这一串啊打了7个 BOSS。好，是这个，第1次就猜对。又是这个，这个家伙真的怎么总重复啊？啊，我的天！
那第4次不能是这个了吧？不是了，而是上面这只。我还跳起来，他已经挂了。成了，给2滴血补血。这个 BOSS 是这样，他出现一次，如果你时机抓得好，可以打他3下。但是我建议还是打2下吧，打3下时间太赶了。手里拿着一根魔术师的法杖。这个家伙不是很抗打，因为你毕竟攻击他的机会比较少。感觉一半了，甚至一半多了。它如果出现在屏幕的最右边，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。那个体位的话，因为你不能在它右侧起跳了，在左边呢非常容易被电到。好，已经干掉了，这样还差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就是它出现在电视里，这个脑洞真的是很大。6160分，将赢回和平的日子。又在看电视，我发现他俩一看电视就会出事情。好在我已经10几年不看电视了。我回来了，因为你击败了我啊！别废话了，赶紧。这个家伙比变身之前还弱。1、2、3，好，这样打他3下，然后往左躲，2段跳，再打3下。我发现60帧的画面看着是比30帧舒服多了。你看这样打就简单多了，对吧？非常的程式化。感觉再有1、2波，哎，哭了，那完事儿，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《魔鬼总动员》大字体汉化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